美元指数、美债、中债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每天都听分析师分析很多东西啊，美债怎么变化啊，什么美元指数怎么变化，它对 A 股什么影响？我们下面就把这件事情去捋清楚，不要光用嘴讲，光用嘴讲是讲不清楚的。做金融、做投资，光用嘴讲是不行的，要看数据。美元指数、美债、中债、A 股的关系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相关性。这个数据怎么去理解啊？美元指数在这里，沪深300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关性是负0.9。相关性如果是正一的话，就是 A 往上一 ，B 也往上一，它们是完全正相关的。如果是负一呢，就是 A 往上一，然后 B 往下一，它是负相关，负数就是负相关的。基本上我们会非常的去关注，只要这个数据高于0.8以上，都会去特别关注。因为是什么？因为这属于高相关性，就是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因果关系是很难去认证的。你说就是某个人得了什么病，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，很难讲。你看啊，就是比如说有人他的肺有问题哈，你说因为他吸烟吗？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吸烟肺也没有问题，所以因果关系是很难去认证的，可是相关性是可以的。就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大概会有多少的概率会产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只要你的周期足够长，你的样本足够多，你是可以算出来的。当我们用近3年周度的数据去算，比如说沪深300跟美元指数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相关性是非常高的，负相关性非常高。当美元指数美元增值的时候，资金外流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知道外资占中国 A 股的投资有多少吗？就你看它相关性这么强，按照我们的理解说啊，它至少要达到70%、80%才有可能是这么高的相关度。你知道外资占 A 股的资金是多少吗？其实就10上下。可是你们看它的相关性，它相关性非常高。我们不管底层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可能想不清楚，没关系，数据在这里摆着，数据就告诉我们它就是负相关的，而且负相关性非常强。美元指数跟沪深300、上证50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，它跟黄金才0点几。很多人会以为说，黄金其实跟美元指数或者什么它的相关性应该很强，对吧？其实它还没有 A 股沪深300跟上证50强呢，很有意思哈。我们再看美债，美债也是沪深300、上证50啊。我们看中国的债也是跟沪深300、上证50，为什么？这已经展示了一个规律，这些数据已经配合起来，全部都指向一个方向，已经在告诉我们一些结论。这个就是说美债跟美元指数或者中国的债跟美元指数的关系哈。这里我们不是主要投美元指数的，我们就不特别的去探讨，我们就看上面这些哈，跟 A 股很相关的。创业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它可能是偏成长性，它更偏向于自己的成长的周期、产业周期，发现它跟代表中国宏观主体经济的上证50跟沪深300它的相关性是更强的。所以说其实呢，本质上呢，真正跟宏观经济相关的是股市还是债？是债。收益率就是利率啊，债的收益率是跟宏观整体经济更相关的，就相对于股市来说，其实债跟整体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更相关的，相关性更强哈。所以我们也会看到，就是说它也会跟股市当中的那顺周期就相关性更强，所有这些逻辑全部都捋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看美元指数走到什么样的程度了？这是周线，这是一条上升趋势线啊，它已经破了这个。上个礼拜破了这个关键的颈线，包括这里这一个高点。所以我假如说我们从一个技术面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就是它这样子上来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它再上去概率比较小，没有什么100%，我们讲说概率会比较小一些。你美元如果你这样上去，等于说你美债收益率要非常非常高才可以，所以概率比较小，它有可能再回踩一下颈线再往下来。
它其实整个一个大的方向，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头部已经产生了，应该是向下的。美元指数如果向下，它是负相关，这里应该怎么着？向上。人民币升值，没错，其实也很好理解嘛。美元贬值，大家把钱就不要放在美元嘛，就放到我们这里嘛。我们先画一个箭头哈，美元指数是向下的，我们觉得向下的概率比较高，因为这里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头部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根支撑线，也已经在上个礼拜破掉了。然后美债利率，看这是10年期利率哈，这幅图呢，组团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熟悉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趋势线哈，那么已经破掉了，看到吗？已经破掉了，不仅是颈线破掉了，长期趋势线也破掉了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往哪里走？这个是往哪里走？是往下走，未来还是会往上走，但是短期是往下走。那我们讲说，那么就目前短期的它的这个来看，这是回归指数啊，其实它是跟美债利率是相反的，好，这是利率哈，债的收益率跟债的指数是相反的哈，那么负得正嘛，那么当这个往下利率往下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认为这个指数往上，那么同时沪深300跟上证50也是往上，因为这里正的相关也是往上。好了，两个箭头了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么中债呢，我们讲说中债其实是与中国实体经济最相关的。那么中债，我们这个数据每天都有公布哦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，这个里面其实蕴含着，这个数据蕴含着很多东西。长债已经达到了9点多，我说明什么？说明债市已经到头了，很顶部了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这个经济呢已经到底了。这个数据，债的数据很重要。这个长债，我们说这个数据是0到10嘛，0到10，这个数据已经到了9.44的这一个高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认为股市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底部了。那么当这个收益率是往下，那么它是负的，负相关也是往上，3个往上，说明什么？无论是美元指数、美债收益率跟中债收益率，都指向了中国的整体宏观经济会往上。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债的周期位置大概是一个前面都走得很好，债这轮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给打乱了之后嘛，它这边就没有到底，然后直接上去了，然后这次又触顶了。债的整体的周期图它是一个这样的，所以现在它又再次触顶，这个位置也是预示着一个股市的小的底部。我们说，我们无论是中国的债、美国的债、美元指数，所有这些全部都指向沪深300跟上证50这种代表着顺周期中国总体宏观经济的这些，它在往上，一切都指向 A 股的性价比哈。我们一定要关注与总量相关的行业企稳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